人死到底能不能复生呢？医学教授发现妻子得了癌症，竟然亲手将其活活掐死。原来他得知一个可以让妻子恢复出厂设置的方法。他先是将妻子扒光扔进大缸里，接着他又配置了7769种名贵中药，放进大缸里跟妻子一起熬煮了整整3年。可诡异的是，这3年来，妻子尸体不仅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甚至连头发和指甲都在正常的生长，就连皮肤也比生前滑嫩了许多。转眼间，距离妻子复活的日子仅剩3天了。那么问题来了，他的妻子到底能不能复生呢？今天小雨就给大家带了一部全程没有一个鬼，但是远比鬼魂更加让人头皮发麻的港式恐怖神作《三更之回家》。更炸裂的是，导演陈可辛隐藏的故事真相，到最后竟然把前面所有的剧情全部推翻，一部电影直接给你来了28个反转。真羡慕你，在手机电量带80刷到这部细思极恐的港式恐怖片。如果你感觉不够刺激，请直接扇我的脸。话不多说，咱们马上开始。故事发生在香港一栋快要拆迁的老旧警察宿舍楼，名叫富强大厦。这楼现在基本没人住，阴森破败，死气沉沉，正常人都拼了命往外搬家，偏偏有一对父子反向操作，直接搬进这栋凶楼。搬家的男主叫阿伟，是一个混得极其落魄的单亲警察，刚跟老婆离婚，净身出户，图房租便宜才带儿子住进来。他身边跟着年幼的儿子祥仔，这小孩子天生阴阳眼，刚搬进楼里就浑身不对劲。祥仔总能看见楼道里出现诡异的东西，可阿伟压根不当回事儿，只觉得孩子换了新环境，胆小多疑。整栋偌大的危楼，除了阿伟父子，就只剩一户住户，就是黎明演的男主余辉。这人性格孤僻，独来独往，常年闭门不出，几乎不跟外人打交道。不过周围邻居只见过他一个怪癖，每天凌晨天没亮，他总是拎着一个渗着绿色药汁的黑色大垃圾袋，偷偷下楼扔垃圾，满身中药味，没人知道垃圾袋里装的是什么，更没人知道紧闭的房门背后藏着一个坚守了整整3年的惊天秘密。平静的日子没撑几天，这天阿伟睡过头，晚上11点猛然惊醒，发现本该放学回家的儿子祥仔竟然离奇失踪了。当爹的瞬间慌了神，疯了一样跑遍整栋空置大楼，翻了个底朝天，一丁点踪迹都没有。快啲揾啦，遲都揾唔翻㗎啦。慌乱之中，阿偉突然想起兒子之前說過的話，那個紅衣小女孩總找他在樓道玩耍。尋子心切的阿偉立馬鎖定唯一可疑鄰居余輝。我姓陳嘅，啱搬嚟住喺對面。咩事？屋企咁大陣藥味。咩事啊？我瞓醒唔見個仔，咁睇佢有冇嚟你屋企玩嘛。我太太唔舒服，我哋唔中意人哋嚟我哋屋企。我仔成日提起你個女嘅，係咪你個女同我仔去玩你唔知啊？我冇女，我哋冇仔。余輝眼神躲閃，面色冷漠。當過警察的阿偉多敏銳啊，3兩句對話就抓滿破綻，說話前後矛盾，眼神躲閃回避，全屋中藥味道反常濃重。就這一瞬間，老警察的直覺告訴他，這屋裡絕對藏着見不得人的髒東西。於是阿偉為了找兒子，阿偉直接蹲守埋伏。等到第二天凌晨，余輝出門倒垃圾的空檔，阿偉直接撬開房門潛入屋內，一進屋渾身汗毛直接豎起來，屋裡昏暗壓抑，家具寥寥無幾。爐火上2口巨型鐵鍋咕嘟咕嘟熬着褐色中藥，熱氣騰騰。他硬着頭皮掀開浴室黃色門簾，當場把他嚇傻了。一個赤裸女子的屍體泡在一個藥水池子裡，更詭異的是，屍體白皙飽滿，沒有一丁點腐爛發黑的痕跡。還沒等阿偉反應過來，後腦勺突然遭到一記重擊，眼前一黑，直接昏迷。原來余輝早就折返回家，等阿偉再次醒來，雙手雙腳被麻繩死死捆在木椅子上，動彈不得。這下完犢子了。誰知戲劇性的一幕來了，正常人的殺人狂魔抓到闖入者肯定得殺人滅口，結果余輝壓根懶得搭理被綁的阿偉，小心翼翼地給妻子塗指甲油，陪他聊天，動作溫柔到離譜，完全不像變態殺人犯。阿偉越看越慌，認定兒子已經慘遭毒手，被這個怪人做成了邪術藥材，瘋狂掙扎，大吼大叫。被吵得不耐煩的余輝終於說出真相，其實余輝和妻子都是頂尖醫學院中醫高材生，妻子確診晚期肝癌，癌細胞全身擴散，無藥可醫。兩人研究出一套古法續命秘術，活人身體會滋養癌細胞，只有先親手終結生命，斬斷病毒滋生環境，用特制名貴中藥浸泡屍體整整3年，就能清除全部癌細胞，死而復生。
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这人纯疯了，典型妄想症神经病？阿伟当时也是这个想法，只觉得对面是个偏执疯子，不停逼问儿子下落。于辉被缠得心力交瘁，只给出一个承诺，等3天后妻子成功复活，就立马放他平安离开。还有就是他从来没见过阿伟的儿子，两个人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可细心的于辉发现，由于这栋危楼阴冷潮湿，阿伟常年熬夜，作息不规律，本身有严重哮喘病。被囚禁几天后，阿伟突发哮喘，呼吸困难，脸色惨白，马上就要窒息死掉。紧接着离谱的一幕出现了，绑架自己的凶手竟然拿出一套专业银针，整套手法专业娴熟，几下就让阿伟呼吸顺畅，随后还搭脉问诊，给阿伟开了调理肺病的中药方子。从这能看出来，动手杀人的不一定是恶魔，好心救人的也不一定是好人。这种荒诞名场面20多年过去，依旧没人能超越。就这一套操作下来，坚定无神论者阿伟内心第一次动摇了。他分不清眼前这人到底是疯子还是真的救命神医。趁着气氛缓和，两人闲聊揭开全部前期伏笔。原来这对夫妻命苦至极，早就知道这套生死秘术风险极高。当年妻子意外怀孕，可查出身体病灶之后，为了专心研究续命古法，保住彼此性命，两个人忍痛打掉了腹中孩子。看到这儿就能解释得通了。阿伟儿子看到的那个在楼道徘徊的红衣小女孩，根本不是活人，是他们当年无缘降生没能出世的女儿魂魄。留恋父母一直在这栋楼徘徊游荡，前面所有诡异小孩画面全部闭环对上了，这也是大多数观众第一遍看不懂的隐藏细节。于辉3年独居，白天熬药养护亡妻，深夜独自对着尸体唠嗑。眼看距离妻子苏醒越来越近，于辉难得放松，买来啤酒，边喝酒边回忆过往，规划复活之后两个人的新生活。看着满眼温柔、信仰坚定的于辉，被囚禁的阿伟心里生出一计，想要逃出去，必须击碎这个人唯一的精神信仰。于是这阿伟故意刺激于辉，净往他肺管子戳。你話冇見過我仔？我係冇見過你仔。你頭先去買啤酒嗰陣時，我問你老婆啊，佢話親眼見到你捉咗我個仔啊！神經病！你講大話！我老婆唔識講嘢，點同你講？死咗嘅人點會講嘢？點會起身？你會自己呃自己啦！就这幾句輕飄飄的風涼話，直接像一盆冰水澆滅了於輝堅守3年從未動搖的信念。他眼神第一次慌亂，多年的執念裂開第一道縫隙，哪怕內心動搖，於輝依舊沒有放棄。復活日當天，天剛蒙蒙亮，他就細心給妻子梳洗化妝，挑選最柔軟乾淨的新衣服，滿心歡喜坐在面前等待奇蹟。從清晨等到烈日當頭，從黃昏等到夕陽落山，可輪椅上的愛人一動不動，沒有半點甦醒痕跡。整個房間壓抑到窒息。就在所有人情緒跌到谷底的時候，敲門聲突然炸響。你係邊個？咩事？有冇見過對面嗰個陳國偉啊？佢去咗澳門搏殺，咁冇嘢啦。原來是阿偉單位的警察同事，發現阿偉多天無故曠工失聯，專門上門找人。這一下直接打亂所有計劃，成為壓垮這段雙向奔赴愛情的最後一根稻草。心裡慌亂的於輝隨口編了一句謊話搪塞警察，也就這一句隨口謊言直接葬送所有。警察剛剛離開，於輝突然發現妻子竟然真的有體溫了，不出意外的話馬上就能醒過來了。阿媽好了，你有體溫了，你可以走了，他有體溫了，他真的有體溫了。他以為奇蹟降臨，妻子馬上復活，可他壓根不知道阿偉這輩子從來不賭博。門外警察瞬間反應過來不對勁，立馬破門而入，當場以非法拘禁、藏匿屍體抓捕於輝。於輝崩潰大哭，拼命哀求旁邊的阿偉幫自己解釋一句，別讓警察帶走妻子屍體。可阿偉全程冷眼旁觀，一言不發。在法理和世俗眼光裡，阿偉做的沒錯，他是受害者。
警察是维护正义，可就是这所谓的正常正义，也恰恰毁掉了一场跨越生死的奇迹。于辉被强行押上警车，工作人员把妻子的身体装进尸箱，抬上灵车。于辉彻底崩溃了，因为他清楚一件事，尸体一旦送去法医解剖，3年坚持就会全部作废，爱人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复活。绝望之下，他拼了命挣脱警察，疯了一样冲向行驶的灵车。最虐心的悲剧瞬间发生。下一秒，于辉就被迎面疾驰而来的汽车当场撞飞，生死不明。看到这儿，很多观众觉得故事到此结束，疯子执念破灭，恶人得到惩罚，那你可就太小看陈可辛了。真正的大反转从这里才刚刚开始。这时镜头切到灵车内部，99%的观众都忽略了这个细节。这个躺在箱子里死去3年的女人，其实早就恢复意识，全程能感知到外面所有动静。她能听见丈夫的哭喊、挣扎和奔跑，僵硬的手指正在拼命的活动，想让周围人知道她还活着，她马上就能彻底苏醒，死而复生。可当她清晰听见丈夫被车辆撞击倒地，彻底失去气息的那一刻，她所有求生欲望瞬间消散，唯一等她、爱她、救她的人不在了。复活还有什么意义？女人眼角泪水滴下的那一刻，刚刚回暖的体温快速退去，彻底放弃苏醒，追随丈夫而去。后续官方结案定论，于辉精神失常，患有严重妄想障碍，整件事就是偏执疯子的病态闹剧。可等到阿伟拿到官方法医尸检报告，整个人当场僵在原地。报告白纸黑字写着惊人真相：女子死亡已满3年，全身肌肉纹理完整，皮肤富有活人弹性，指甲头发持续生长，完全违背人类尸体自然腐化规律。说白了，于辉从头到尾说的都是真话，中药秘术真的有用，奇迹马上就要发生，是所有人的偏见和世俗规则毁掉了这场重生。满心愧疚，浑身自责的阿伟回到已经被查封的于辉家中，在废墟角落翻出一卷尘封3年的录像带。故事到这儿，全片最大最炸裂的终极反转来了。前面全部剧情直接推翻，我们所有人从一开始就把故事看反了。6年前最先确诊晚期肝癌濒临死亡的根本不是这个女人，而是于辉。当年于辉重病无药可医，是他的妻子海儿顶着全世界的非议，熬过3年孤独，亲手用这套古法中药秘术掐断他的生命体征，然后用药水浸泡整整3年，是妻子海儿孤身一人把于辉从鬼门关硬生生救了回来。录像带清清楚楚记录下妻子3年独居的孤独，被邻里骂神经病的委屈，日复一日熬药守着爱人的全部画面。他熬过3年非议，成功让于辉死而复生，可命运偏偏就要折腾这对苦命鸳鸯。于辉痊愈，重获新生，本以为以后能过上安稳日子的时候，妻子海儿又确诊同款晚期肝癌。这样看来，于辉做的所有疯狂事情从来不是妄想，不是邪术，不是变态行为，他只是完完整整复刻妻子当年救自己的全套流程，用同样的方式报恩救回自己的爱人。他不是疯子，不是变态，只是一个想要偿还生死恩情、相守一生的痴情男人。他坚守的从来不是什么诡异秘术，是双向奔赴、生死轮回的爱情承诺。最后导演补齐全部伏笔，解答观众最后一个疑问：阿伟失踪的儿子祥仔到底去哪儿了？答案来了，全程最无辜的就是孩子。祥仔从来没有被绑架，没有遇害，没有被做成药材，他只是跟孤单的夭折红衣小妹妹鬼魂去了大楼对面的照相馆一起玩了几天。小女孩只是想要一个玩伴，心愿达成之后，安全把祥仔送回了大楼。简单说，于辉从头到尾跟小男孩失踪案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阿伟凭着警察的主观猜忌，毁了一对苦命夫妻全部希望。故事最后，于辉车祸离世，妻子放弃复活离世，因为这样也跟无缘降生的女儿魂魄终于团圆。一家3口阴阳团聚，彻底离开了这栋冰冷的危楼。片尾祥仔回头看向荒废照相馆，诡异的红衣小女孩彻底消失，整部电影闭环收尾。说实话，小时候看这部3更之回家，以为是惊悚恐怖片，害怕药缸里的尸体，诡异的红衣小鬼。长大成年看懂人情冷暖之后才明白，这片子根本就不是恐怖片。其实最恐怖的从来不是阴阳鬼怪，是旁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偏见，是自以为是所谓的正义，是快餐时代里难得坚守却不被理解的深情。现在谈恋爱多容易啊，几天暧昧，几个月恋爱，吵架分手立马换下一位，爱意廉价随处可见。可这对夫妻愿意熬过3年孤独，满身苦涩，世人谩骂，用阴阳相隔的代价死守一句我等你。整部电影名字叫回家，看到最后才懂，回家从来不是回到一栋房子一个住址，回家是奔赴那个不管生老病死阴阳相隔倾尽所有也要守护你的那个人。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的精神股东们还喜欢什么类型的恐怖片？可以告诉小雨。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